现在我们来到了这边，这里是柏林。我身后方的这个是布莱登堡，在柏林这个地方呢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地方。这个闸门这一边就是西德的部分，整个就是东德和西德分裂的地方。战后之后被强迫分裂了东德跟西德，西德是由美国这一方来接管，那也是迈向民主进步的一步。而东德呢，它是被苏联给接管的，所以当时候苏联是以报复的心态在接管的这个地方。当时的东德是非常的贫穷，一直到苏联解体之后，东德、西德才又合并成为德国。让大家看一下东德与西德不同的地方。在远方的这边有一个金色的雕像，这个就是胜利女神的雕像。月14大道旁边的这个公园，这里有一座莫扎特、贝多芬、海顿的雕像。这里这个壮观的建筑，这一间就是德国的国会大厦。大家有来这边的时候，记得一定要先在网上申请，可以有免费的导览。我到了当天的时候要申请，整个周末都已经额满了。你只要到星期一才可以开放进去参观，可以到中间的那个圆顶那边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带大家进去参观了。我只有在这边待2天。布莱登堡它也是有德国的凯旋门之称。广场这边周围全部都是这个政府的部门，像后面这里就是美国大使馆啊，还有对面这边有法国的大使馆。一些政府的部门都是在这边。菩提树大街这一条很多都是这种政府的部门，这里就是俄罗斯的大使馆。看一下这么大，应该是在东德的时候就已经建造了这个大使馆，超级大的一个。那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很讽刺的情景，德国人民直接就在俄罗斯的大使馆前面摆着支持乌克兰的一些活动，希望乌克兰的战争可以早日结束。那我们继续走咯。这边是玉林广场，刚刚的菩提树大道往右转后就会到达这边。我身后方的这间是柏林音乐厅，那在我的右手方这间是德国大教堂，还有我左手边这间是法兰西大教堂。那我们先去法兰西大教堂参观一下。它里面内部的装饰没有什么，外面比较漂亮。我们稍微外面拍一下。这一间是可以登到它的法兰西教堂的景观的。他们给我的画这2间大教堂里面现在都没有什么东西了，不是作为教会使用。看一下现在德国大教堂这边是一些德国的发展史，还有一些历代的总理，2战之后到苏联解体这段时间的一些发展演进史。有些在柏林比较著名的建筑物。这座巨大的雕像，这个就是腓特烈大帝的雕像，这个在德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人物。那在它的后面这边呢，就是柏林的国家音乐厅。在菩提树大道这边，这里又有另外一个历史景点了。这边是柏林的图书馆，非常壮丽的巴洛克建筑。建筑的外观全部都是被这个小树穿拔了整个墙壁，有点威廉古堡的感觉。然后另一面不同的景象是还有叶子的。现在在往它的隔壁，腓特烈大帝的斜前方，这边就是有名的洪堡大学。洪堡大学是德国的第1间大学，也有着全世界大学之父之称。早期一些有名的科学家都是从这里诞生的，像是爱因斯坦啊，光这里就高达有50位诺贝尔奖得主。当时德国让所有的人民都可以读书，也是第一个实施国民义务教育的国家。这位就是创立这间大学的创办人了，洪堡。等等还会再带大家去看一下他的皇宫，
这个看起来很像博物馆的建筑，它是新岗哨。这里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。后面这一区，这里就是博物馆岛了。在我身后方的这间是历史博物馆，有买柏林一日票的人可以来这边参观，有5间博物馆。那我们这次就没有要带大家看博物馆了，我们继续往前走喽。最著名的就是这一间了，柏林大教堂，还有它的旁边的这一间佩加蒙博物馆。柏林大教堂旁边这边有一个高耸的塔，这是柏林电视塔，它是可以登塔参观整个柏林市区的。这一个就是柏林红堡，它就在柏林大教堂的正对面。它的建筑是感觉比较新的，因为在2战的时候，这里是整个被夷为平地了。但是德国人他们还是要保存历史，那把柏林红堡这边整个重建起来。这边是柏林的市政厅，在德国呢，只有政府部门还是教堂比较有权威的一些建筑才可以漆上红色的。东德的时候，这里也是东德的市政厅，现在也转变为柏林的市政厅了。这间灰色的建筑呢，它就是柏林的旧市政厅。这是早期纳粹刚成立的时候建立的市政厅。当时纳粹扩建的太快了，已经容纳不下，后来又找了一个新的地方盖新的。这边就是柏林围墙了，这里就是分裂的东德西德的这个重要的围墙。当初就是在这边推倒柏林围墙的。就在战后硬生生的被分开了2个国籍，东德属于俄罗斯管理，西德属于美英法管理。现在柏林围墙几乎都已经被拆毁了，留下了这些墙面等等，我们也会带大家去看看另一边保存的更完整的东面画廊。不管战争是多么残酷，人民绝对都是无辜的，没有人想要战争的。这张图就可以看得出东德跟西德的繁荣情况了。西德的房子那么多，东德只有树木。在围墙旁边是没有办法住人的，全部都是士兵的检查哨。反观是西德那边，几乎是没有检查哨。冷战的时候，这道墙还扩建了3道，让要逃过去西德的东德人民就更加困难了。如果也想要更了解整个柏林围墙东西德的历史，大家也可以到对面的这间柏林围墙博物馆里面参观一下。这边就是东面画廊了，柏林最著名的柏林围墙。当初就是这一条墙分裂了整个东德跟西德的，现在这条墙目前剩下1.4公里而已，其他几乎都已经被摧毁了。那目前这道墙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这种壁画的作品。这边就是墙的另一面了，这个方向前方是有一条河，当时很多人就是不顾生命危险，都要跨越了这道墙，游过这条河啊。在这边都有很多俄军驻守着，不能让东德的人跑到西德去。就在布兰登堡附近，这边有一座非常大的一个公园，这里是欧洲被害犹太人的纪念碑，纪念着在2战中身亡的这些犹太人。初步估计，至少有600万的犹太人在2战遭到德军纳粹迫害。这里是查理检查哨。当初东西德分裂的时候，通过东德、西德都是要经过这个检查哨的。这里相当于他们的海关，而且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从东德过去西德的。你要完善的资料，还有过去那边要干嘛，什么时候回来，因为他们会担心到了西德后你就不回去了。现在要准备离开美国了，走吧。这边是柏林犹太博物馆，开放到晚上7点，现在还是可以进入参观的。这些可怕的脸代表着每一个犹太民族，这里有超过1万张犹太人的脸在这边。
来到这边是纳粹集结他们的势力的，说明当初纳粹刚开始集结势力的时候，直到二战所发生的经过，也是让德国的人民汲取教训，不要再重蹈覆辙。这里一直有出现这个雕像，有这个雕像，快跑！希特勒带领着纳粹发动了这个二次大战，一直到冷战结束，苏联解体后，德国才又恢复成当初的这个国家。在远方的这边，这个再一次，对不起。日后会有更多有趣好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哦。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. Bye bye.